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女儿。10年前，我和一峰就不应该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哼，敢说诗词歌曲是你写的，还敢说自己替一语顶罪？一语妹妹那么好，你竟然想毁了她！给我滚出私家！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还想拿癌症来骗我？你赶紧去死！哥，我不是为了私家的富贵，我只剩3个月的时间，我只是想让妈和大哥他们知道，当初接我回来不是个错误。我呸！姐姐，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养女，我把所有的功劳都让给你。贱人，你死外面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回来？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女儿，就不应该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你赶紧去死！滚！给我滚出私家！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带回私家。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姐，这是大哥给你的大衣，还给你。姐，你救救我，我什么都不跟你争了，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思雨，救你？对，我真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他突然冲出来，我才撞上去的。我求求你救救我，我给你磕头，你救救我。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了5年前司意与酒后超速肇事逃逸，我替他顶罪的那一年。姐，只要你承认车是你开的，他们就不会再追究了。可是这是会坐牢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至少要判3年。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嘛！这些是你写给大哥二哥的诗和歌词，我都不要了，我也会跟3个哥哥解释清楚，这2年是我抢了你的创作。你不是最想得到3个哥哥的认可吗？这2年我从你这里抢走的创作可都给了3个哥哥们，我要是去坐牢了，那他们的前途可就全毁了。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去找大哥；大哥若是不帮我，我就说是3个哥哥教唆我肇事逃逸的。真是太卑鄙了！对，我就是卑鄙，反正我只是一个养女而已。他们又不是我的亲哥哥，你也不想看到3个哥哥的前途就这么毁了吧？只要你答应替我顶罪，我向你保证，5年后你出来，我会让你得到你应有的一切，包括3个哥哥的认可。死男人！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去找大哥，让大哥替我顶罪。大哥要是不帮我，我就说是3个哥哥教唆我肇事逃逸的。重生了，我真的重生了。真是不要脸，真是不要脸啊！我就是不要脸，反正我只是个养女而已，他们又不是我的亲哥哥。你也不想看到你3个哥哥的前途就这么毁了吧？你就这么吃定我会替你顶罪？从你2年前创作的歌曲被我抢走开始，我就吃定你。像你这种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人，自卑、敏感、渴望亲情，为了你那3个哥哥，让你去死你都愿意。是啊，为了那3个哥哥，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敢说诗词歌曲是你写的，还敢说自己替一语顶罪？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还想拿癌症来骗我们？你赶紧去死！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妹妹，天后司一语。如果不是为了我，她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那颗星。司楠楠，我劝你还是最好乖乖把诗词歌曲、商业策划案通通给我，这样我还可以替你好好照顾你3个哥哥，可以好好的继承司家。司一语，要是以前的我，你肯定就得逞了。但是现在怎么样？你还要打我呀？那可是你最爱的3个哥哥。我已经死过一次，现在的我不受任何威胁。司楠楠，只活我自己。你竟然敢打我，你的就是……
竟然敢欺负一宇！一宇，哎呀，没砸到亲女儿，砸到养女头上了，这得多疼啊！妈，你下手也太狠了！你这个逆女！混账！你刚才为什么要躲？你知不知道你躲的这一下让一宇受了多大的伤害？你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躲啊，我的好二哥？我躲？你能跟我比吗？你这个从小到大没人要的垃圾，怎么跟一宇这种才华横溢的人比？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什么叫教养！二哥，你竟然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二哥，反了！你是真的反了！你这个白眼狼，二哥好心教育你，你居然打他！平时教你的那些规矩教养，都喂狗了是吧？你就是没有教养，没有规矩。你说的那2样东西就是喂狗了。你这个逆女，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给我滚出私家！好的，阿姨。阿姨，姐，你不能走。一宇，让他滚！这个畜生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让他滚出私家！妈，我姐她不能走，她肇事逃逸，要我帮她抵罪。她要是走了，坐牢的就是我了呀！什么？死男的肇事逃逸要你顶罪？你好狠的心呐！丧心病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我就知道让你这种人留在私家，就只会闯祸。外面这警笛声就是来抓你的吧？哦，一定是一宇不帮你顶罪，你才这样恼羞成怒对我们的，是不是？姐，不是我不替你顶罪，要是我进去了，谁来替大哥、二哥、三哥写诗、写词、写商业策划案呢？思雨啊，思雨，你还真是会演戏，真是会倒打一耙。你觉得警察会相信你说的那些屁？站住！依婷，去把警察喊来，把这个畜生给我带走！好。警察同志，逃犯就是他。你好，我是海城第5交通支队队长，现在正在电话一名肇事逃逸者，请你配合。把他抓起来，赶紧把他给抓起来！车牌号海 A56789，是你的车吗？我车速这么快，丢失的地方又没有监控，只要我咬死了是思南的，就没人证明是我。没错，是我们的车，是这个畜生偷偷开出去闯的祸。对，昨天晚上11点34分，你在金水路上飙车撞到一名行人，并且驾车迅速逃离现场，事故造成受害者身体多处骨折，情况是否属实？不属实。肇事逃逸的人是思雨，不是我。不是我。警察同志，我能证明逃犯就是他。我也能证明，就是他肇事逃逸的，他还想嫁祸给我思雨妹妹。没错，我也能证明，我女儿一直在家，肇事逃逸的就是他。姐，哥哥们都已经作证了，你还是别一错再错，赶紧自首，还能争取宽大处理。一群狗叫也能作证，那我还能作证肇事逃逸的人就是你。哎，队长，咱们不是有监控吗？赶紧查监控啊！姐姐，你还是赶紧认罪吧，万一事情闹大，哥哥们可就丢人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警察都在这儿。大哥，都怪思南的肇事逃逸，他还想嫁祸给一宇，让一宇帮他顶罪。肇事逃逸？兰娜诬陷一宇？不会的，我相信我的妹妹们是绝对不可能肇事逃逸的。这位先生，这不是你想相信就行的事情，凡事都得讲证据。去收集肇事路口所有监控。是。你们看，
监控的确拍到了肇事车辆，但是由于肇事车辆车速过快，导致人脸太过模糊，根本看不清。这根本看不清到底是谁开的车。楠楠、易宇，你们俩跟大哥实话实说，到底是谁开的车？大哥，你这么看着我，是不是就认定开车的人是我？就是你司楠楠，易宇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有规矩懂教养，他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既然你们都没人承认，那就全部带回去调查，带走。不要！大哥，救救我！救救我呀！等等，我能证明是谁开的车。大哥，这一世你又会选择怎么证明？楠楠，对不起，大哥不能为了保护你就去伤害易宇，你们俩都是我的妹妹。不过你放心，不管你坐牢几年，等你出来，大哥一定会加倍对你好。是吗？你就这么笃定坐牢的是我吗？司楠楠，就不要再狡辩了。警官，司机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司楠楠21岁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所以肇事逃逸的就是他司楠楠。司以峰，你凭一件衣服就认定我是肇事逃逸的人？司楠楠，你还在狡辩。虽然监控看不清你的脸，可那件衣服是我送给你的，你真是让我太失望。是啊，真是太失望。楠楠，是大哥没有教好你，你在里面要好好改造。大哥答应你，是绝对不可能放弃你的，好吗，楠楠？不需要了。警察同志，从现场的刹车痕迹来看，你认为车主是个怎么样的人？肇事车辆车速起码190，在路上做了几个高难度的动作，撞上行人之后，原地旋转了180度，横向漂移，迅速逃离现场。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个专业赛车手。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司易宇在出道之前就是赛车手。不是我。易宇是赛车手又怎么样？他那么快，只有你这个从小没有教养的人才会把车开那么快，还敢撞了人就跑。没错，易宇为人低调乖巧懂事，是大家公认的大家千金，他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司楠楠，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他？哥哥把你带回家6年，教了你6年的礼仪教养，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的亲哥亲妈，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根本没有驾照。你没有驾照？这怎么可能？司易峰，这6年来我唯一一次摸车，就是你把车送给司易宇的那次。你嫌我脏，你忘了吗？脏？大哥，你真要把这车送给我吗？当然了。哇，真漂亮啊！好了，楠楠，别把车再给磨脏了。走，大哥带你兜风去。我竟然不知道楠楠连车都没摸过几次，更没有驾照。我真是一语肇事逃逸，是我错怪了楠楠。大哥，不是我，真不是我，会不会是他无证驾驶？那件衣服就是他穿的。司一峰，你怎么能不相信自己的妹妹？像她这么乖，怎么可能会肇事逃逸呢？没错，司楠楠就是个满嘴谎言、没有教养的人。大哥，你怎么会相信他而不相信易宇呢？楠楠，对不起，大哥没送你车是大哥的不对，可是那件衣服是我送给你的，所以你是无证驾驶了，是吗？就是为了宣泄我没送你车的不满。不满？我敢有什么不满？你知不知道，那件衣服在送我的第一天起就被他抢走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没有教养、满嘴谎言的废物。所有的错都是我犯的，所有的罪都由我来扛。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都不相信。你们对我的成见比天高比海深。可
可是你说易宇抢走了你的衣服，这么幼稚的事情，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好了，技术部已经查到了肇事车辆所有行车轨迹，上个路口的监控已经调查出来了。小张，处理一下。不用查，是我。如果非要有一个人坐牢的话，还是我去吧。思楠楠，你还真要让易宇给你顶罪去啊？你怎么还不伏法？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妹呢？一点担当都没有。思楠楠，你真是让我太失望。易宇，你不用去替他顶罪，大哥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的委屈。我今天必须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才知道悔过。给我查！大哥，易宇，你别说了，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查明白，必须要让思楠楠伏法。给我查！查吧，查出真相，希望你们不要哭就好。就是这辆车从东向西行驶，这也看不清楚啊！把刚才的画面重新放，速度放慢10倍。暂停，就是这个画面。放大画面，让我看清这到底是谁。怎么会这样？思楠楠，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继续放大画面，我需要看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一定是思楠楠，不会出错的。证据即将水落石出，你还是赶紧承认吧。承认什么？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结果就是你将被法律制裁，关进大牢。思楠楠，有没有一丝丝的悔意吗？真让我太失望。失望？你还是先看清楚上面的人是谁再失望吧。易宇，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会是易宇？弄错了，这肯定是弄错了。为什么是易宇？为什么不是你思楠楠这个废物？果然，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为了司易宇，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而上一世，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为他们付出了一切。大哥，我不想坐牢！我要是坐牢，谁给你们写歌？谁给你们写词？谁给你们写商业策划？司易宇，那些东西真的是你创作的吗？我哪个不是你靠威胁他们从我这抢走的？思楠楠，不仅让易宇坐牢，你还要抢走他的创作吗？思楠楠，易宇给我写的商业策划还没做完呢，但是他给大哥写的稿子，马上就能让大哥成为金牌主持人。还有，易宇自己的创作也在让他成为天后的路上。而你呢？全家最没用的就是你，你凭什么不帮他顶罪？因为我不是他妈。你们说的那么的高尚，你们谁愿意替他顶罪？你愿意吗？你还是你？证据确凿，司易宇，你涉嫌肇事逃逸，我代表海城第5交通支队正式将你拘留，带走。不要，不要，大哥，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庆祝你成为金牌主持人才超速赶回来的。等等，我要见受害者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取得他们原谅。去里面好好反省，大哥等你回来。大哥，我害怕。楠楠，别怕，去里面好好反省，大哥等你回来。妈。带走。大哥，对，只要不让易宇坐牢，让我们思家做什么都行。对，陈队长，我立马联系我们的父亲，
筹集一切资金。我早该明白，就算大哥是真的关心我，但在我和司一羽之间，他依然会偏爱另一个。喂，好的。据反馈，目前受害者已无生命危险。如果你们可以达成和解的话，他还是能保住的。但如若达不成和解，我们会随时过来将他进行抓捕。我们走。一宇，快！一宇，你放心，无论怎么样，哥哥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还真是兄妹情深啊！那我就祝愿你们一家人幸福安康，阖家欢乐。站住！你要去哪？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很多余吗？妹妹，你有司一羽一个人就够了，而我狗都不如。楠楠，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跟一羽都是我妹妹，我对你们都一样呀。司一峰，你说话真恶心。当我要去被抓走坐牢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当司一羽要被抓走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做的？楠楠，别怕，去里面好好反省，大哥等你回来。一羽，你放心，无论怎么样，哥哥一定不会让你坐牢。就算是你要去坐牢，那我肯定也不会让你去的呀。够了，司一峰，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坏，而你比他们更虚伪，更令人作呕。从今天起，我要与你们司家恩断义绝。我让你说，我说我要与你们司家恩断义绝，把你们从我这儿拿走的通通夺回来。你再说。恩断义绝。上去再说，再说，再说。这第一巴掌，我当是还你当初的搭救之恩；这第二巴掌，这几年你没欺负过我，我忍了；第三巴掌，看在你关心过我的份上，我不计较；这后面几巴掌，就当是断了我们这几年的情分。现在亲情没了，情分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打我？思楠呐，现在真的要断情分，跟我们彻底断亲是吗？这几年来，你真的就从来没有对我们产生过真感情是吗？是，我是冤枉了你，可我这也都是为你好啊！大哥是不想让你走弯路啊！可我这也都是为你好，是不想让你走弯路啊！又是为我好，让我背锅顶罪也是为我好，真是可笑。也对，谁让我是流浪在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有教养的废物。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偏见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得我的脊梁骨咯吱作响。可谁又会听一个废物喊疼呢？你们司家的地下室我住了整整6年，这6年来，司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我亲手打扫的。就因为我碰了你们视若珍宝的美食，你们就说我虚荣，说我是穷人乍富，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我竟然不知道，思楠楠这些年竟然遭受了这样的苦难。我不服气，我拼命的学习写作、写诗、写歌词、写企业策划。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跟你们有同样的才华和能力。最后我还是错了，你竟然放任这个小人窃取我的成果。楠楠，你们不是不相信你们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我吗？你不是不相信你的诗词歌赋演讲稿都是我写的吗？那好，从今往后，我就要在你们擅长的领域，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踩在脚底。楠楠，楠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
难道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惩戒？大哥，他还说所有的创作都是他写的，我看他就是为了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关注，才故意整了这么一出。没错，他早就该滚出我们家了。让他出去吃点苦也好，这样才知道我们对他有多好。我一定会找到他，教他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大哥说的对，我们还是赶紧把姐姐找回来吧，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抑郁，这不能全部怪你，就先让他出去待几天，吃点苦头，这样他也能更好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不是说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都靠他吗？他不是吹自己很会写诗创作吗？那行，我们就放手让他去做，有本事就尽管放马来打败我们啊！海城之声，私家人不是骄傲吗？不是看不起我们，那我就要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把你们打落神坛。司一峰，你是第一个。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呀？啊！看看我们的881电台，收听率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了呀！10几个栏目，竟然比不上海城之声的一个司一峰。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电台每个月都在亏损。你们说，如果我不解散电台，我还有什么脸面去向上级汇报呀？部长，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打造出来一个能肆意风抗衡的节目出来。哼，齐笑，我告诉你，我再给你最后1个月的时间，如果收听率还上不去，我被撤职是小事，到时候整个881电台都将并入海城之声。部长，这1个月的时间，这不是为难我吗？请问881电台现在还招聘主持人吗？能够打败海城之声司一峰的那种。就凭你，开什么玩笑？那可是集诗词嗓音全部点满天赋的金牌主持人。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反正你们也快倒闭了，不是吗？部长，要不咱们试试呢？死马当做活马医嘛。混账话！谁是司马？就凭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有什么能力也不知道，拿什么去打败司一峰呀？就凭这个，16子阴阳风水艺术。一峰，部长让你今天一定全力以赴，彻底压死881电台，完成对他们的并购。收到。欢迎收听《海城之声》，我是司一峰。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在当下。碗中餐，眼中情，身边人，三餐四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光可亲。司一峰，我当时写这些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家人？疯了，我真是疯了呀！我居然相信一个素人在夜间黄金时段播出什么这个第365次日落，这可是881电台最后一块还算有点收视率的时间段呀！这要是出了点什么纰漏，等着吧，我直接被炒鱿鱼！哎呀，部长，你得这么想啊，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你还不如让他司楠试一下，他就算是播成一坨便便，那还能在同一时间段恶心他海城之声一样，是吧？哎呀，这今天之后呀，电台就不存在了，也行啊，恶心他们一下也好呀！啊，开始播吧。哎，好，开始吧，三楠楠。大家好，这里是海城881电台第365次日落每夜一个故事栏目。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司楠楠。接下来我要说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盗墓不是温酒待渴，更不是挥毫作画，那是洛阳铲捅穿历史风土的暴力，是雷管炸开文明年轮的破坏。每道盗洞都是刻在文物骨头上的刀疤。什么破电台，还换主持人？第365次日落，盗墓，谁爱听？故事要从一门16字风水秘传残篇说起。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败家，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四处骗钱，且骗得所有人都把他当成是臭要饭的，趋之不及。我爷爷骗我太舅爷爷，说要娶媳妇儿，这才从他手里骗来了20块大洋。结果他为了应付差事，竟然找了一个纸扎女。那水彩画上眉眼鼻子，远远望去，竟像活人一般。快，20块大洋就买了一个纸媳妇，哎，有意思啊！太舅爷爷想要见见我爷爷新娶的这媳妇儿，我爷爷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拦就越显得有问题，太舅爷爷就更加疑心。两下里，两人便争执起来。正在此时，里屋的门帘儿掀开了，竟从中走出一名女子。她长得白白净净，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红嘴唇。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不是我找人糊的那纸人吗？他竟然活了！我去，纸人竟然真的活了，这太刺激了！兄弟们，快去听881电台，有惊喜，有大惊喜！哎，怎么样？播出之后收听率是不是掉光了呀？部长，这刚开始是有点掉，但是这会儿又涨了点。目前收听的人数是6万2，这已经比平常咱们3万多很多了。好呀，收听人数6万2。哎，那个海城之声的司仪峰呢？快看看啊，我看一下啊。海城之声的收听率依旧稳定，1700多万。1700多万，6万2，就这点收听率啊，我还想恶心人家，人家根本不会在意的哦。那纸人活了。只见那纸人僵硬地凑到我爷爷耳边，悠悠道：“如果有一天，你日子到了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到13里铺的荒坟来找我。在那片坟地的正中间，有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里面的棺材就是我的尸身所在。那里面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里面的财物就尽管你随意拿去花用。师傅，赶紧走，这钱都给你。师傅，对不起，我演出快迟到了，我给你钱，加钱都行。啊，对，哎呦，大妹子，你这妆也太吓人了，差点把我给吓走了。兄弟们，快打开电台881！哎呦，今晚的故事太刺激了！来，快来！哎，兄弟，老婆，大妹子，你这是到去哪啊？黄金档讲恐怖故事，主播你也真够拼的呀！完了，我睡不着了，想听又不敢听。都别睡了，快来嗨，赶紧来听881！我操，可老子吓尿了！我去，海城之声的流量开始下滑了，这小部分的听众都吸引到我们电台来了。哎，我们电台现在收听人数上100万了，这还是几年来咱881电台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数据呢。100万呢，居然已达到突破100万人数的收听率了！好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一语这篇稿件写得非常感人，今天咱们的收听率破纪录了吧？一方，
我们刚刚的收听率的确达到了1700万，但是现在在不断下跌，已经下滑到1500万了，听众还在不断流走。什么？不断流走？那听众都去哪了？根据数据显示，听众全部流向了881电台。881电台就是那个马上要倒闭、被我们公司收购的小电台。行，我来听听。我爷爷的神经也亢奋起来，他一咬牙，站起身，拿起铁锹，掀开了棺材盖子。只见棺材中赫然躺着一位美女，高鼻梁，大红嘴唇，洁白的脸庞，两边用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凤冠霞帔，大红丝绸，穿吉祥袍的新娘子。这个人的播音功底太强了，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不过这声音有点耳熟呀。这881的新主播可以啊，这水平，这感染力，丝毫不亚于大哥嘛。这该不会是哪位隐藏的民间艺术家吧？诱人的闪烁着，他伸手想要去够那位女士身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他刚要伸手，只见棺中的新娘子突然手臂一翻，抓住了他的手腕。钢钩一般的长指甲有1寸多陷入了我爷爷的肉里，我爷爷吓了一跳，一抬眼就看见棺中的新娘正瞪着一双流着鲜血的瞳孔，死死瞪着他的眼睛。这个人到底是谁？播音太有感染力了，少说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这881见这个新进的主持人到底是谁啊？找到了，881电台第365次日落，栏目主持人最新资料。司楠楠，司主持人，您认识他？那您看看能不能把他发到咱们电台？就在刚刚，他们881的电台收听率已经破了900万，这样下去对我们很危险。划过来。这个主持人的声音真的很像楠楠，不会这个新进的主持人就是楠楠吗？不行，我得弄清楚。喂，大哥。司楠楠最近在干什么？我说你提那个废物干嘛呀？真晦气，晦气！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我听电台节目呢，别打扰我啊。你也在听电台？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很像楠楠？谁？司楠楠？大哥，我说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讲故事能力啊？也是，或许是我最近太关心他。哦，对了，伊利，你有时间去关注一下楠楠，打听一下他在哪，尽快把他带回家。好，行，知道了。900万了！这才第1天播就达到了900万的收听率，部长，咱们最巅峰的时候也没这么高吧？是呀，这第1天就达到了900万的收听，这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呀！这海城之声的王牌节目也不过就是1000多万而已嘛！咱们这次呀也有可能超过海城之声。来播，让司楠楠继续播，一鼓作气。一峰，你说这个881电台这么火？不会真超过咱们吧？不可能，不管他是谁，都不可能超过司一峰。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这是我的歌曲首秀。这是一语妹妹留给我的底牌，绝对不会输。什么？司一峰要唱歌进行歌曲首秀？哎呀，这个司一峰真是一点不给咱们881电台留机会啊！司楠楠，这个司一峰要进行歌曲首秀，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会儿。实在不行，你就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一遍，千万不能让我们输得太难看呀！唱歌，司一峰，你急了是吗？你以为拿着司一语偷我的2首歌就稳操胜券了？
那我就用一首歌让你认清现实。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峰，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接下来我将用一首歌，一首我妹妹写给我的原创歌曲来回馈大家。海城之声第一暖男首次献唱，赶快收听第一暖男的歌！哎，快，第一暖男首秀哦！别听什么故事了，赶快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雨爱》。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屋内的视线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哇，没想到男主持唱歌也可以这么好听，太完美了吧！哎呀，气死我了！这司仪峰那就是哗众取宠，他一个主持人他唱什么歌啊？他妈唱歌，我们收听率立刻掉了60万。部长，你看啊，这还在掉呢。听众朋友们，故事之后，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一首我自己原创的歌曲，送给曾经的我们。什么？四楠楠她也要唱歌？这不是明显搞事情吗？啊！告诉他，继续讲故事，继续讲故事啊！司楠楠，部长让你继续讲故事，不能唱歌了。因为司仪峰的妹妹司仪雨，她是一个著名的创作人，跟她比唱歌，你输定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淋雨一直走》。淋雨一直走，这什么破歌名字呀！啊，完了，这回要是能赢才怪呢！这下肯定是被海神之声给踩死了呀！淋着雨一直走，淋着雨我怎么走？不听了，换一个。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偷听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淋雨一直走，是一个方式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唉，没当司机之前，我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青年呢。哼。听着这歌呀，突然想起当年我四处闯荡投币的时候，唉，我都老了，已经开始怀念起年轻的时候了。我怎么听这歌这么想哭啊？为什么呀？兄弟们，快来给我听歌，都给我哭！881，这个主持人唱的歌也太好听了，金曲，绝对的金曲！耳朵要怀孕了，速来听歌！奶奶，你都究竟经历了什么呀？大师级别的播音水准，金曲品质的歌曲，天堂级的唱功呀！我的天，这881主持人也太优秀了！这歌唱的我都想哭了，这比大哥唱的还优秀啊！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感谢大家收听一封，明天我们依旧不见不散。部长，这什么呀？这多少呀？啊！我虽然不太懂音乐，但是我知道这首歌绝对是经典金曲的标准。我想这首歌的收听率应该不会太惨吧？部长，你看呀，你看，这，怎么样，吴汉？今天的收听率确实达到了历史新高，2800万，但是压不垮881。怎么可能？2800万的收听率压不垮一个小电台。他们收听率多少？2800万，竟然跟我们持平了。今天是持平了，但
明天说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看错吧？收听率竟然是2800万呀！这一座海神之战持平了，我们跟海神之战打平了，全靠司楠楠。哎，司楠楠，不，司小姐，哎呦，你以后呀就是我们台的一姐，我们881电台的女神。你以后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你，答应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打败海城之声司一峰，把他彻底踩在脚下。怎么可能啊！今天可是我的歌曲首秀，他们怎么会超越我？他们又写了什么新故事啊？他也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是不是搞错了？我唱歌，他也唱歌，还超越了我们美思雨写给我的歌。是这样的？不可能！我要听一下回播。是我说，这首歌无论是从品质还是唱功，都在我之上。今天是吃补了，明天怎么办呢？这个881电台的第365次日落的新主持人司楠楠，到底是何方神圣？司楠楠，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我的妹妹司楠楠要是有这样的才华，我也不会这么担心她。司楠楠，你妹妹是司楠楠？我妹妹司楠楠要是有这样的才华，做梦都能相信。不过，不管她是谁，都不可能打败我司一峰。我妹妹司一一定能写出超越第365次日落栏目的故事。881电台的司楠楠，不管你是谁，都不可能比我妹妹司一更优秀。司一峰，明天我便要在你最自诩不凡的领域，把你的骄傲连同地基一起掀翻，让你跌进自己曾经俯视的尘埃里。一宇啊，你最近有没有创作出什么新的稿件可以供大哥使用啊？之前给你那些稿件这么快就用完了？你不是说要沉淀一段时间，更新一下节目质量吗？糟了，司楠楠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几乎都被用光了，我上哪儿去给大哥写新的稿件？最近这个区级电台推出了一档名叫《第365次日落》的节目。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无论是写故事、作词、作曲以及唱歌方面的能力都远超于我。光是今天的收听率就已经跟我持平了，很难说这以后会不会超过我。第365次日落，哎，这不是我们俩最近一直在听的节目吗？哦，对对对，就是那个主持人啊，嗓音真的很有特色，写的稿子也很吸引人呐。哎，你们说这第365次日落的主持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啊？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才华？说起来，这个主持人还跟楠楠同名。司楠楠同名？司楠楠，哼，他要是有这么厉害的才华，我们又何必对他这么严格呢？这个主播要是司楠楠，我直接倒立洗头。这种天才确实是难得一见，楠楠的资历平平，也确实不可能和别人比较。啊，对了，你最近有楠楠的下落吗？哎呀，大哥，你还真准备把他找回来啊？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自然就会灰溜溜的跑回来的。不管怎么样，楠楠也是我们的亲妹妹，这些年她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就算是她平时这行为有什么不规矩，缺乏教育，但只要她回来了，我都会好好教育她，怎么可能真的不管不顾呢？行，我给你把他找回来就是了。大哥，你还是先忙好自己电台的工作吧。一宇，你之前提供的那些稿件，让大哥获得了金牌主持人的称号，那这次是不是也能帮大哥获得第一？大哥，我最近忙着写歌呢，真的没有时间。再说了，我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嘛。一宇，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不管我以前稿件要的多急，无论什么时间你都会给我准备好。以前是有司楠楠那个白痴在，只要你们说要稿子，他就会不眠不休的给你们写。现在难道又要我也做那个白痴？嘿，大哥，我有一个好主意，明天我去你们电台直播当嘉宾，这样不仅能宣传我的新歌，还能提升你们节目的收听率，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吗？那真是太好了！明天我的节目
一定会创造新的历史收听记录。司奶奶，我刚刚得到消息，司一峰的电台要邀请天后司一宇当嘉宾，说是要发表新歌。这下完了，这天后的粉丝那么多，而且他唱歌的效果肯定要比司一峰的效果还要好。司一宇要去海城之声唱歌，打败司一峰可能是幸运，但那是司一宇，那可是天后。比唱歌你是比不过的，但你可以继续讲恐怖故事呀，只要收听率别太低，别太难看就行。哎呀，这本来收听率昨天都持平了，我还想着今年能肯定超过司一峰呢。司一峰有这样的人脉，能够打败他，只能靠奇迹了。没想到能打败他们的那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放心，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证什么是奇迹。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欢迎收听《海城之声》，我是主持人司一峰。随着雨季即将画上句点，我特地为大家邀请了歌坛新晋的璀璨明珠天后司一宇，她将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雨天》。加油！哇，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司一峰不愧是天才主持人，快打开海城之声，真的叫一个美妙绝伦。全力支持一宇女神，支持我们的歌坛新天后。大家好，我是司楠楠，这里是第365次日落，今天依旧由我来为大家带来歌曲。来了，看看今天晚上主持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大哥和小妹的电台已经开播了，但是我又想听那个第365次日落，我想知道这个新人主播又有什么新花样。哎呀，好纠结，我到底应该先听哪一个？就是很难选嘛。小天后居然去了海城之声，听说她要唱新歌呢。大家快去呀！天后加油，女神加油！哎，怎么办啊？这电台的收听人数直线下降，都已经跌破600万了。听众朋友们都流向了海城之声，我们完了！玩什么玩？不可能！别急，给司楠楠一些时间。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我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什么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听雨停。太好了，我们电台收听率直线飙升，突破1500万了，1600万了。果然，一宇妹妹写歌写词的能力无人能及，这样好的歌也只有她能写出来。今天的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吧？接下来我将随机接听一位听众，根据他的故事现场创作一首原创歌曲。根据自己的故事写一首歌，真的假的？骗人的吧？不会是这天后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吧！是啊，再搭配司一峰那成熟磁性的声音，搭配这夜晚的雨景，呀，实在是太雅了。
没错，这一雨天后的嗓音啊，实在是太好听了。下雨天真的太好听了吧，不愧是一雨天后呢。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一雨妹妹果然优秀，她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第365次日落，现在的收听率应该急速下降了吧？你们听说了吗？第365次日落的主播还要根据现场听众的真实故事来进行现场即兴创作歌曲啊！真的吗？那我们赶紧听听吧。要不我们听听365次日落的节目？但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打探一下敌情嘛。啊，好吧，我同意。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你好，你真的能够根据我的故事创作出一首原创的歌曲吗？没错，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是一个小三。啊！哇塞，这个劲爆！小三，这也太炸裂了吧！我知道他有老婆，还有一双儿女，我就是大家口中那个不要脸的小三，贱人。这小电台这么刺激啊！真是太刺激了！炸裂炸裂！大家快去听爸爸要电台，都是唱歌，还不如听一语天后的。你懂什么？有人在881电台里爆料自己当了小三，还要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这么刺激！我现在就去听。准确的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是小三。我一直以为我和他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我不图他任何物质，他也拉着我的手发誓，说会永远爱我。直到我出差到2万公里外的秘鲁，那么远，他都会出现在我房门口陪我过生日。他说跨越半个地球，也要做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人。可是我们俩在利马大教堂许愿时，他老婆正在国内陪着孩子开家长会。我们一起旅行，一起看烟花，一起相拥看极光，无话不谈，一屋2人3餐4季，真的很美好。我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我以为我们会这样安安稳稳的一辈子幸福下去。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短信，他说他是他老婆。起初我并不相信，直到我亲眼看到他和他老婆还有一双儿女一起游玩时，他笑的是那样开心，而我却是那样的手足无措。观众朋友们都在持续的进入，这故事太炸裂了，听众朋友们都被吸引进来了。我和他对峙，昔日相爱的恋人反目成仇，陷入争吵。我和他提了分手，可是当他淋了一夜雨出现在我家门口跪下祈求我原谅的时候，我又心软了。他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他马上离婚。可是当我妈生病时，他却说手头紧，转头给他老婆买了最新款的包。我是不是像个傻子？主持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你真的能够根据我的故事创作出一首歌吗？我天，这太刺激了！哎，你说这个主播能根据这个故事写首歌吗？啊，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么一会儿就即兴创作出一首歌？当然，我已经完成了。这首歌叫我怀念的，希望这首歌能为你带来安慰。我问为什么
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这么快，竟然真的创作出来了！这主持人厉害啊！这才多长时间就写出来一首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 baby 失去难受。非常感谢天后司一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唱。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点歌。一方，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停止上涨了，停在了1600万，听众全部流向了隔壁电台。什么？好，接下来有请听众连线。主持人你好，咱们电台是不是可以点歌呀？当然可以点歌，请问你是一语天后的粉丝吗？只要是我的歌，你想听什么，我都满足你。那你能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创歌吗？创作歌曲是需要时间、需要灵感的，现场创作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不是你们说能够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创作歌曲的吗？你们不是881吗？这里是海城之声，请问你还有什么要点的吗？哦，那算了，我要去881，我要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为我创作一首歌。我堂堂天后都做不到现场创作，这谁能做到啊？我在这里警告一下那些居心不良的同行，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才是正道，不要惊动那些歪心思，找一些托来我这里闹事儿。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搞得我的痛。这也太好听了吧！这首歌把背叛后的自我拉扯写的是淋漓尽致，写的太好了。1600万，听众朋友们一下涨到1600万了，我的天啊！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你的眼眶。这忧郁的嗓音将这份绝望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就像一把细腻的手术刀，抛开了爱情里最隐秘的伤口，直面遗憾，学会释然。我本来以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他只能写出一首普通的歌，但没想到他又写出来一首金曲。那这说不定他比一语还厉害。快给我查这个人是谁！我愿意出600万，600万不行就900万，900万不行就1000万，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给我挖到公司来。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哇，2900万，2900万了，而且还在持续上升。哎呦，这已经创造了奇迹呀！哎呦，一方不足700万了，听众全部流向了881。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喂，主持人，是不是你们说能根据我自己的故事写歌呀？不好意思，
你打错了，足足200万了。主播，俺想跟你说说俺的初恋，你能给俺们俩写首歌吗？打错了。喂，我跟你说说我的故事，你能够了？就是现在。你打错了。你能给我原创一首歌曲吗？你打错了。请问这里是司一峰主持的电台吗？对，这位听众你好。听说您待在811电台可以写歌，我可以让您……我再说最后一遍，这里是海城之声，海城之声，不是什么881。哥，咱不播了，那这节目不就开天窗了吗？都没人听了，我还播什么播？这个第365次日落栏目的主持人，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哥，这些听众明显就是找来的托啊，连我都不能做到现场创作，他竟然能根据听众的故事进行现场编词作曲，开什么国际玩笑？不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这位听众，你觉得怎么样？太好听了，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你喜欢就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哥，怎么了？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吗？我这就打给他。没错，这8成就是他们电视台做的局。这种人必须让他成为名人，发给他。你好，这位听众。喂，请问你们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是吗？我有个好故事想要分享给你。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司一峰。好，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有一个妹妹，从小就流浪在外，在她20多岁的时候被我们接了回来。我们全家人对她可以说是掏心掏肺，从来没有嫌弃过她没有教养、没规矩。我们让她住大别墅，让她吃山珍海味，每年给她600万的零花钱，还让她上全市最贵的上流学校，给她无尽的疼爱和最好的资源。可她呢，就因为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就叛出家门，至今都了无音讯。果然是他，我的好大哥，在他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教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然你想让我被外人唾骂，那我就好好的跟你唱一首。怎么样？我的故事讲完了，能原创吗？当然可以。兄弟们，这881投稿人的妹妹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就是，家里给了她那么多资源，一点也不知道感恩。生米恩，斗米仇，这种妹妹就不该把她接回来。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大哥啊？觉得。所以这该不会是大哥在给电台打电话吧？我可以为你原创一首歌曲，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你几个关于你妹妹的问题。我想电台直播间的听众们也一定很想知道。可以，你问吧。你说你们全家对她掏心掏肺，让她住大别墅，那我请问你还记得她住的是哪一间吗？这声音不就是司楠楠吗？我当然记得了，她就住在……我怎么不记得楠楠在哪住？2楼是1厅的，3楼是1人的，最大的房间是1人的。那楠楠在地下室啊。哦，原来你说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啊。穷人乍富，难免会骄奢淫欲。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他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让他住地下室，临时过渡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谁会在地下室住这么些年？那我请问，你说的每年600万零花钱有转账记录吗？你说的无尽的资源和宠爱，请问你能举个例子吗？为什么？为什么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这投稿人在说谎吧？
这家人太不是东西了，在节目上还胡说八道。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已经为你原创了一首歌，希望你能听好了。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能创造出什么好歌来？思楠楠，你可真是个创作天才。不行，我不能告诉大哥，他其实就是故意。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他居然真的能原创歌曲？什么水平呢？这是？他什么意思啊？说我是个演员，说我设计的那些情节，我是真的对楠楠好，我才这么做的。我是希望她能跟小妹一样，做个正直、善良的人，所以我才这么对她的。该为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兄弟们，你们听听这歌词写的，难过的太表面，像没有天赋的演员，真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喊你难过的太表面，他这是在质疑大哥的真心吗？大哥对他那么好，他配吗他？背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他是在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你又知道些什么？我对我妹妹的爱，那都是真的。爽了，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这算什么哥哥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这跟我的故事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只是在说我演戏，说我没有底线吗？可是楠楠，我的妹妹她也是这么想我的吗？可我这都是爱她才这么做的呀。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哎，对呀，这个人要是真爱他妹妹，怎么可能在节目里面这么抹黑他呢？我看那个妹妹才是最可怜的，被带回家那么多年还这样子对她，真的应该早点和那家人分开。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他这是在说我们假惺惺，说我们装模作样。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涨了，涨了，部长，你快看，快看，好，好。说我剪掉这些情节，让你看上去体面，他是在说我胡编乱造，恶意抹黑楠楠。你凭什么质疑我对我妹妹的爱？我这么做，那都是因为我爱她，所以我才会这么严厉的对她，才会屡次纠正她犯的错误。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对她的爱。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识好的人，这钱和资源都不要，执意要回贫民窟，那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了。造谣，造谣！这跟我讲的故事完全都不符，我不认，我不认！我对妹妹这么好，她不可能会质疑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要去找这个主持人当面说清楚。子宇，你跟我一起去，我们找他当面说清楚。哎，大哥，我突然想起来，我明天早上还要跟时代嘉信娱乐签约呢，我先走了。行，我自己去找他。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相约 FM881，我们不见不散。司楠楠，4000万，我们最高时段的收听率已经达到了4000万！天哪，你创造了历史，太牛了！不负众望。而且啊，我们电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时代金曲，无数家娱乐公司啊争先恐后的就想见你一面。而且我跟你说，你的签约费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天价。是吗？现在司逸峰恐怕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司逸宇的地位。接下来
就等着看你们挫败的好戏了。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让开！不好意思，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是市台的司义峰，见你们区台的一个小主播还需要预约？这算什么？这些人都是来找他的啊！怎么样？和那个电台主播司楠楠确认成功了吗？什么？你千万都搞不定！气死我了！老总，这是咱们公司今天签约的新晋天后司义宇的信息。什么破天后？什么司义宇？我只要司楠楠，给我滚！可以签约了吧？四小姐，签约可能要延后了。什么？不是你们实在加薪叫我来签约的吗？我可是堂堂天后。张大顺，张总呢？张总有急事儿，所以四小姐您还是先回去吧。张主管，可以麻烦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你还不知道吧？881电台的新主持人2天原创了3首歌曲，我们张总愿意出5000万的高价，发了疯似的非要签他，可是人家压根就不同意。就是他。怎么，四小姐难道认识他？不妨引荐一下。不认识。好吧，那四小姐，我还有事先走了，您请便。司楠楠，一次又一次的坏我好事，给我等着！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主持人不方便见大家，请回吧。哎。哎呀，楠楠，你可真是我们881的骄傲呀！部长，您说笑了。楠楠，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你呢。楠楠都忙活了一晚上了，你呀闭嘴，让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切！楠楠，真的是你？你不会在这个小电台打工吧？没错，我就是在这个小电台工作。还好大哥先找到了你，等一会儿跟我回家。大哥之前确实是对你有点误会，不过那都是因为爱你才对你这么严厉的。爱我？你眼里心里只有你那个养女妹妹吧？楠楠，到底大哥要怎么做你才能明白我的用心呢？我之所以这么对你，那都是为了培养你。算了，我们不在这解释。你们台里那档第365次日落节目的主持人呢？我要见他。我就是电台主持人，有什么话说吧。别闹了，楠楠，不是大哥不相信你，你懂创作吗？你之前偷了抑郁的那些创作，我就不说什么了。你怎么还能撒谎骗大哥呢？果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你只会相信一个与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女。那个主持人连续创作出2首金曲，还在那么短的时间创造了新的历史收听记录，还写了那么优秀的故事。以他的实力，就算是抑郁来了，都得自愧不如。你怎么还能屡次撒谎骗大哥呢？就连我一个不懂作词作曲的都相信他的实力，你作为他亲哥竟然不相信他？果然呢，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就算楠楠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相信。我是881电台的部长，我可以作证，司楠楠她就是第365次日落栏目的主持人。真的是你写出了那么优秀的故事，还在这么短的时间连续创造了金曲。你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不早点跟大哥说呢？我刚刚说了，你信了吗？是我之前忽略了你，楠楠。为了你的职业发展考虑，你以后啊就别在这干了，跟大哥回家。你以后就给大哥写词写歌，大哥保证你以后会像抑郁一样优秀。你跟我提那个养女。楠楠，你怎么能对抑郁成见这么大呢？我成见大，他偷我创作的时候你顶不说，他天天欺负我的时候你又在干什么？你是说抑郁的那些创作都是偷你的？那不然呢？我的好大哥。那是哥错了，哥真的错了，哥以后会好好对你，之前亏欠你的那些，我都会去尽力弥补你。那你听话，跟大哥
哥回家好吗？没用的时候把我一脚踢开，现在我有用了又求我回去，别做梦了！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自己说你只有一宇这一个妹妹，而我永远是思家的一个污点。竟然把楠楠这么一个天才给拒之门外，你们思家还真是有眼无珠。我们881不欢迎你，还！楠楠，你听，楠楠，你听大哥解释。你放开我大哥！思楠楠，你就这么欺负大哥是吧？你给我滚回家去！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你别忘了，我早就说过，我与你们思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楠楠，之前是哥哥们错了，是我们没有在乎你，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我保证，以后哥哥们都会加倍对你好的。跟我们回家吧。大哥，你在说什么呀？他都这么欺负你了，你还帮他说话？给我闭嘴！楠楠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亲妹妹，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她？我不认可，我只有一宇一个妹妹。对，你们就只有思一宇这一个妹妹，我才是思家那个外人。那不然呢？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从垃圾……够了！我告诉你们，一宇之前的那些创作都是偷楠楠的，而且在楠楠从福利院接回来之后，一宇就一直在霸凌楠楠。不重要了，我已经报了警，也请了律师，你们就等着看你们的好妹妹一宇的好戏吧。苏楠楠，你不让我好过，你让休家好过！大哥，大哥，大哥！楠楠，没事的，有大哥在，大哥一定能保护好你。是他，是思楠楠逼我的，是他逼我的！思一宇，你涉嫌故意伤人，我现在依法逮捕你，带走。思楠楠，我不会放过你的，给我等着！医生，怎么样了？医生，手术很成功，但病人失血过多，需要观察。楠楠，对不起，小妹，对不起了，是我们之前太混蛋了。让开！楠楠，这是你以前最爱喝的银耳莲子羹，我给你带过来了。我记得你以前总说自己会胃疼。楠楠，二哥知道错了。你看，二哥把壁纸换成你当年在地下室写的诗了，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你说过你想当作家，哥却把你的手稿当废纸卖了。哎，大哥，大哥，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楠楠，楠楠，我们知道错了，都怪我们，你就别怪大哥了，好吗？错了，你们错在把我当成垃圾，关在地下室6年，错在任由思一宇偷我的作品，错在当我被诬陷时，你们落井下石，置我于死地。现在一句错了，就能把这些都抹掉了？楠楠，哥愿意用命赔给你。你的命我不稀罕，司一峰，你挡刀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弥补你内心的愧疚。但愧疚这东西，填不满我在黑夜里痛苦的夜晚，也盖不住你们当初骂我白眼狼的声音。这是我起诉思雨剽窃的材料，你们欠我的，我会一件件全部都拿回来。楠楠，
至于原谅，等你们什么时候品尝到被至亲踩入尘埃的滋味的时候，再来跟我谈原谅吧。你来干什么？你的减刑材料里面缺了一份受害者谅解书，想要吗？刀窟号假慈悲。苏楠楠，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你的人生。这是你18岁偷我雨夜寄北的初稿，扉页上还有你模仿我笔记写的批注。这是你21岁酒驾撞人，逼我替你顶罪的录音。苏楠楠，你要是不替我顶罪，我就把你赶出苏家。要我交给警察吗？逆心？你以为这能证明什么？这不过就是姐妹间的玩笑话吧。苏楠楠，你以为你赢了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偷来的，是你偷走了我的人生。自从你被孤儿院接回来那一天，就像一条毒蛇一样盯着苏家的一切。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来就是要告诉你，监狱里的墙比私家地下室的墙更厚。大家好，这里是881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司楠楠。今天呢，我不讲故事，只说一段话。有人问我后不后悔与过去决裂，我的回答是不后悔。那些被辜负的真心，被践踏的尊严，从来都不是一句原谅就能抹平伤痕。但我也感谢这些伤痕，是他们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原谅伤害，而是有勇气转身。从今天起，我的人生不再为任何人挡刀，只给值得的光让路。各位，晚安。